很多网友在问说，什么是天使数字啊？这个你可以讲一下吗？天使数字这个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我大概10几年前就发现这个现象。10几年前，10几年，大概15、16年以前。这么久就有啦？就有了。我是遇到墨子，我才知道哦，有这种东西的。这个就是去年嘛。这东西是这样，你越关注它就会越出现。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守护灵嘛，那有不同形式的守护灵，这些守护灵当中也包括天使。那天使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那天使是很友善的。这个天使数字，顾名思义就是天使传达的讯息。其实它确实就是这样，它也不是说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天使数字啊，反正来自灵界的讯息什么的。其实它真的是天使传递的讯息。它是天使借由这个方式，然后来提醒我们一些事情。这有点像你今天出门要去哪里？然后我就在那个冰箱上面贴一个纸条，说今天记得做什么，这样记得买什么，这样。它就是一个像这样的，那你就不经意看到那纸条，就提醒我今天要干嘛，这样。像便利贴。便利贴，它其实就是天使给你的一个便利贴，就是天使突然要传达一个讯息给你它就贴个便利贴，那贴在哪里啊？就前面那台车的车牌。车牌。那你看，原来是要提醒我专注于我现在的愿望，然后去把它显化，要把自己现在调整到最棒的能量，因为现在能量正在显化，所以要把自己的能量频率、想法调整到最好啊，这样，那就天使贴心的一个便利贴，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东西。那一定要是数字吗？没有中文的天使数字或英文的天使数字哦？其实天使数字，天使它传达讯息，数字只是其中一样。我们会从生活中，从一朵云啊，或者一些很多方式，它都可以传递，只是我们不习惯去接收这些。我们要跟我们的守护灵之间建立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可以借由什么方式来接收讯息，你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会越来越常用那个方式去提醒你。天使数字也是，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那我们的守护灵，我们的天使他就会，你知道了这个系统，那我就用这个系统来跟你提醒，那你就会发现，怎么又有，一直出现。就因为他已经知道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接收讯息。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要靠天使数字而已。你只要跟你的天使守护灵们建立一套系统，台也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接收讯息，让他们知道，他们就会用那个方式去提醒你。只是天使数字这个，因为大家都在流传，那天使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习惯用这个方式去跟大家互动，这样。那我觉得就像连不知道什么是灵性，然后又想要了解的，也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方式去着手，就是因为数字到处都有嘛，那你只要相信它，相信有天使数字，那就会在生活中，然后慢慢显化更多天使数字。就我本来在忙，然后突然抬头一看，现在的时间竟然是5点55分，很刚好啊。然后或是我刚睡起来，然后打开手机看，天哪，现在已经是2点22分了。对啊，怎么到处都是天使数字这样子？对啊，22233444900，对啊。我们也会看到，我们某一篇影片观看次数啊，怎么就3333，对啊，就出现这种订阅人数6777。以前有一个高龄叫做克里昂，那天使数字这个概念是从他那边来的，这样。其实那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对啊，就不是最近这几年才有天使数字，以前10几年前就有了。对啊。很有趣。对啊，那天使数字它一定会是连号吗？000111222888，它没有什么342576之类的吗？都有。是每个数字拼凑起来都有，还是每个数字拼凑起来都？因为它是一个天使跟你沟通的一个管道。那如何让你最容易注意到？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有点像便利贴，它贴在最明显的地方，所以连号一定是最明显的。你一看，连号，马上就可以接收到讯息。当你看到是那个578，你可能就不会理它，那你就接收不到讯息。那天使知道你能够接到什么讯息，他就提供你什么。当你没去关注那些不连号的数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用那个方式去提醒你但是如果你有去接触，你有去看有关于不同排列组合的讯号的时候，他们知道你可以接受那样的讯息的时候，他们也会用那样的讯息去跟你传递讯息。数字的意思是
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吗？就例如说，有人说1313是什么意思？那对他来说是这样，那对别人来说是这样吗？这个是这样子，就是一种设定，就是你跟天使沟通的设定到底是什么？因为天使数字已经被广泛的使用，所以它会有一些普遍的意思是大家会接受，而且你也会上网然后去看到的意思。那天使既然它以传递讯息为原则，所以它就会遵照这个普遍的规律，然后去传达给你讯息。它会按照你所理解的去跟你沟通。如果你了解1313是什么意思，你的想法里面1313是什么意思，他就会用那个方式去告诉你。那如果你不知道，他又传达了讯息的时候，当你去查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查到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对。所以网络上那些意思，不管怎么看都是对的。不管怎么看都是对的，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你能跟天使沟通的一个讯息，所以其实大同小异，你看到都会是类似的，而且你会有一个认知说，哦，就是这样。比如说5555代表就改变这样，那这些讯息都会很普遍，就会知道哦，就是改变。那你能说说从000到999吗？好啊，这个我大概来说一下。我来先讲一下0000这组数字。当然数字它排列的意义是类似的，但是排列越多，它的能量越强，就是这样的。就越多0000越强这样。0这个意思就代表本源。它代表你的神性，这个讯息很直接，就告诉你，你这时候该静心，该向内，该去回过头去看你的源头，该接触你的神性。这个讯息非常单纯，就是你可能在那个当下不一定是处在什么状态，就是当你的天使认为你该回过头去看看你自己的本性，看看本源，去回过头看你的神性了。这时候他停下来看一看，他提供你这样的讯息。000通常不是那么多的，也不是说不多，就是每个人当然也不一样啊。但是这个讯息它很强烈的就传递出，停，回过头看你的神性，就不要再往前冲的意思，就是叫你刹车一下，停下来，回过头看你的神性。搞不好你在一件事情上很生气也不一定，这时候你突然看到000，天使就会提醒你说，停，不要再沉迷于目前的情绪了，该回过头静一静，看看你的神性。就是这样，那所以你不一定是遇到什么状况，但是天使想要传递给你的就是回过头去看你的神性，这是000或0000的意思。那111或者1111，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能量现在正处于一种显化的状态，那你就可以去借由你目前的能量去显化出你想要的一切。所以在这个当下，你正好是处在一个能量很能显化的状态。天使提醒说，你现在状态很能显化哦，那你要保持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信念，把你自己赶快调整到你想要显化的那个频率，因为你目前是很能显化的一个状态。天使提醒你说，你现在状态很棒，赶快想你想要的，而不要去想那个不想要的。搞不好你正在有一个负面想法也不一定，天使他可能提醒你说，停，不要去想那个负面，你现在正在处于很能显化的状态，你不要去显化负面的出来，所以他就提醒你，你现在处于很能显化的一个状态，赶快把你的频率调整到你想要的。现在我们来聊一下2222，这不是肚子饿，222，222跟111息息相关。111是你的能量状态正好可以开始显化出现实来，所以提醒你赶快调整你的频率到最好的状态，你想要的，然后去显化。222是你已经正在显化了，所以你的愿望已经开始实现了。那这时候正在显化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有主导权哦，它不是就没有主导权，就是他告诉你说，你这时候正好是加强你实现的能量，你的愿望已经走在路上。他要提醒你的是，你的愿望，你所要显化的已经在路上了。那已经在路上，这时候你就要保持更坚定的心态，然后给他一个更正向的，或者你不要去用负向去拉扯他。他可能也是提醒你说，其实你的愿望已经在实现了，你搞不好现在处于一种我想了半天怎么还没实现呢？他可能是用22去提醒你，其实已经在实现哦，你不要偏离这个轨迹，继续保持下去哦。他给你的是一个这样的提醒。3333这组数字很有趣，我们也常常碰到这组数字，而且这组数字哦，每个人他的感受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所信奉的扬升大师也好，他的信仰也好，都不一样。这一组数字它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如果你信仰的是耶稣基督，它这组数字就代表说耶稣基督正在靠近你，正在给予你帮忙或给予你光芒，或者跟你靠近。你这时候你的心跟耶稣基督是很容易连接的，他告诉你这件事，
那如果你信奉的是观世音菩萨，你有这样的信仰，那就代表说你跟观世音菩萨这时候是很靠近的，很能连接的。当然，以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很固定的信仰，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感受当下的能量是什么。那如果是妈祖呢？妈祖也可能啊，也可能说，你信仰的是妈祖，那这时候妈祖跟你特别感应这样，因为一般去解释333啊，都会讲说啊，这是扬声大师，靠近啊什么，那书面的讲法是这样，但是其实它真正的含义是，你所信仰的这个菩萨神明或扬声大师，现在已经跟你有连接哦，有靠近哦，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能量。其实这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反过来赶快去感受当下能体会的能量是什么。那它就不一定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不同的存有都是一个可以指导我们的对象，所以就变成说，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可以感受看看是谁跟我们有连接这样。444，这组数字就很妙，就是你的守护天使本身在跟你互动，在跟你连接。那是，哇，竟然出现444，真的是，太扯了啦！有没有看到？我刚没有看到，太扯了吧！我刚刚想说，因为讲到天使嘛，我就想，现在看天使会不会给我讯息？我就想，那现在时间多少？我就看时间，444，我们讲到444就刚好时间是在444，真的是太巧了。现在是快算清晨嘛，清晨4点44分，太扯了！你看，这就是天使数字，这就是天使，很妙。就这时候天使跟我们连接，因为我们在讲天使数字，然后天使正好跟我们连接，然后我们一讲，而且讲到444，然后天使就马上给我们一个反应，哇，444。对啊，我们现在在讲天使数字，然后刚好讲到444，然后现在时间就是444，哇，好巧 ，amazing！这种这么刚好的事情哦，就是很多天使包围着我们这样。说真的，现在有天使吗？当然有啊。他们是听到我们在说天使数字特地来的吗？应该本来就是守护的，只是在这个当下就让我们知道他们存在这样。嗨，我的天使叫做塞洛亚，那个怎么念？塞勒，这是我的天使的名字。对啊，一个守护天使的名字。墨子之前有帮我感应，我还有跟他聊天。下次来拍一集我们跟我们的天使沟通的影片好了，就直接感应沟通这样。就是在遇到墨子之前，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就相信一定有无形的东西的存在，我就想，我那时候没有接触什么新时代或是天使那些我都完全不懂，我就想说，如果现在有无形的可能灵或是什么东西在看着我，那我就，然后我就感觉好有爱，来，我来给你们啊，我一个人在房间这样，我想如果有真的有无形的存在，我就这样跟他们打招呼一下。他们一定笑翻了。他们一定笑翻。你不是说有一次你感应，我就这样，然后我就问你说，他们有回应我吗？你就说你感觉到一个在笑的能量。对啊，很有趣。很有爱，不觉得吗？这很有趣。很有趣。为什么很有趣？他们不会这样哦。不会这么夸张。是不是我太夸张？演得太入神，就是有爱，就是爱到满出来那种感觉吗？他们可以直接感受能量，不一定要这样，就是他有爱到就是由内而外的嘛。哦，这样子。对啊，你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天使？只有一个吗？不一定一个。不一定一个。那我有几个？很多个。你不是说只有一个？那个主要的会常出现的就是一个，那有很多他守护的方式是远远的看着你，他也不会靠近这样。酷，好，这以后我们再说好了。那444你有讲完吗？444讲完，讲到就是天使跟你产生连接互动的一个契机。刚刚444。对啊，他就提醒你说，天使在这里哦。他就打招呼嘛。这个就是一个。
打招呼的方式。酷哎。天使的打招呼的方式。对呀，就我发现我们录影啊，有时候都会录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画面，像上一支小精灵啊，对啊，像天使。有一支影片我们也录到那个小精灵有人问说，那个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公布那个光球是什么？其实我们已经在那部影片的底下置顶留言已经有公布了，大家好奇可以去看。那我们再找时间再来拍一集有关精怪的分享哈。好，继续555就是转变改变。就是它提醒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转折，就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样，就是要右转的或者要左转，来到一个要转变的一个点这样。它不一定是什么你的生活什么转变，像之前我们就常常看到555，因为双生火焰常常会经历一些很大的转折，那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些转折点就会看到啊555这样，然后每次看完就。不一定是这种，有时候是这样。要这么？有的是生活上的，就比如说搬家啊什么，这些都是对啊，所以当你人生会出现一些转折点的时候，555就会出现555，它提醒你，要转弯哦，小心哦，要转弯哦，要转弯哦，就提醒你。你怎么没有跟我一起？6666，这个数字就妙了，这不是撒旦吗？是吗？真假的？不是666是撒旦数字，没有啦，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在天使数字里面，它也是天使的一个提醒，它不是代表撒旦。那是什么提醒啊？不要太沉迷于物质哦。不要太沉迷于物质哦，是吗？可能这时候你正在追逐金钱或者什么，然后想法上就想着哇要很多钱，然后我要赚大钱，那天使就可能就跟你讲说，不要整天想着钱，稍微静心一下，体会一下内在这样。它不是一种责备或什么，它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提醒你在这个当下。可以暂时把物质的想法稍微放下来一下，然后去关注自己更灵性的那一面。那所以看到666就代表自己现在很物质吗？其实它不是一种告诉你说你很怎样，你不要怎样，它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提醒，就是提醒你可以稍微放开物质，关注灵性，关注精神。也不是代表说你当时就很物质。它是一种提醒你有关于物质这方面，在这个当下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那777是一一个礼物的数字。就是天使告诉你说，收礼喽，叮咚叮咚，有礼物来了。哇，礼物好开心哦。拆礼物。不是。我是你的礼物。这是我的礼物。777哦，它是一个提醒，就提醒你说，你现在生命中有一份值得去关注的贺礼，有一份礼赞，有一份很棒的礼物已经到了。那它不一定是什么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上面的礼物，它很可能是，你突然看到双生紫燕的频道了，那是一个很棒的礼物，你要注意啊。对啊，礼物哦。所以这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生命中接触到的东西，你去关注一下，很可能它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礼物。而且天使就做了这样的提醒。888，一般的联想啊，在我们中国人在想发大财，其实它也有一点财的感觉，但是在丰盛。那对天使数字来说，它往往有时候是告诉你说，一个过程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要进入下一个过程，下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阶段已经要结束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天使会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一般来说它是有一种跳阶段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然后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回过头去看看，我的人生这时候是不是该退休了？那是不是有什么转变啊？这个阶段也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段的东西，它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突然想说，我好像该好好的来修行。那这种想法也是一个进入下一阶段，他就提醒你说，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现在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该不要太执着于物质世界，该开始关注灵性。他就是提醒你跨阶段，
那但是如果你对8888数字特别有好感，觉得它是一个会赚钱的机会或者会丰盛的机会哦，这时候你往往你也会感受到，这个提醒来的可能就会带来丰盛，那个就是也是天使提醒你的一种方式。对于我们来说，888是一种丰盛的讯号，所以我们常常会借由888来提醒，原来要丰盛，有丰盛这样。9999999，这个数字代表着圆满的意思，所以代表着一个圆满，也代表着一个整个地球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通常我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静心，可以来祈祷，可以来享受圆满这样子。那它同时也是在提醒你说，你现在应该更关注自己的频率，让自己更扬升、更开阔。那对于有些网络上他会说，是提醒你赶快去进行光工作者的使命。那光工作者的使命其实跟这个圆满也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来这边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的频率扬升，那处在更圆满、更开阔的情形。那接收到这个圆满的提醒，也就是让我们我们就可以更圆满，然后可以静心，可以冥想。那这个跟关注光之工作者的工作是一样的。因为光工作者他到底是要干嘛？其实他就是要提升自己的频率，所以这时候提醒你说你要扬升，要开阔，然后要静心，要冥想，所以是一致的。再找一集我们来分享什么是光之工作者。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就以为说光之工作者就是那几个团队在宫里面工作，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工作。找一集分享。那现在从已经把000到999这些数字讲完了，大家对天使数字应该更有概念。我们也有一群字幕天使，对啊，在默默的为我们的影片上字幕的。很感人，很感人。真的。谢谢大家能够让这些大爱能够流传得更远。真的很棒。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这集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拜拜。